县长，我看贺市长对你的批评一点不错。老纪人都死了，死得又这么惨，你还往人家身上倒什么脏水？你就不想想自己该担多少责任？对平岗镇的现状，对季福顺同志的遇难，你华建社责任不小。我不是倒脏水，我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什么话都别说了，现在研究一下，对能补救的事尽量补救一下。贺市长也到了，我先说几条，大家再研究。一，欠季福顺同志的工资立即补发，抚恤从优，把政策用到最大限度。二，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县委常委和副县级干部在家的全参加。三，季福顺同志的爱人也在困难企业，家庭生活一直有困难，县委机关发动一下，组织一次募捐活动。四，县委出面对季福顺同志生前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评价，绝不许任何人捕风捉影、胡说八道。白县长说的这4点很好。对于一个基层干部，如果想找他的毛病，可以找出一大堆。季福顺同志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稳定了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如果没有老纪，老干部就看不上病，教师就吃不上粮，郝老二这帮地痞无赖就会闹得乌烟瘴气。如果没有老纪，老百姓就会骂我们共产党，骂我们政府失职无能。这就是大劫。老纪同志是没有开创什么新局面，可这能怪他吗？我倒要感谢老纪同志的良心，他没有踩着老百姓的脊梁，伸着脑袋为自己创造政绩往上爬。同志们，我们不能再伤害基层同志的心了。老纪同志死不瞑目啊！贺市长，他太难了。他是为了平岗镇的老百姓，才骗你耍花招，骗了120万贷款。从那以后，他没有一天能睡得好觉，生怕还不上贷款，连累了你。直到他咽气的时候，他还跟全友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还上。是大姐，你不要再说了，我心里太难过了。我只希望你们能给老纪一个公正的评价，让老纪能清清白白的来，清清白白的去。小兰同志，你就放心好了，组织上对季福顺同志生前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那就好。老纪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平岗镇的水我喝过了。听说您还在陈福田家住了1夜。对，和老陈头聊天，一夜没有合眼，终将也去看了看。
还有你们送来的材料，真是触目惊心呐。这12家电镀企业非关不可了。不是12家电镀企业，所有涉污企业全部下马。啊，那不等于国际工业园就关园了？就是关园，长痛不如短痛。好，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办。不要再说我的指示了，东方，是你们坚持原则，才使我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这件事情上暴露了很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东方，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不处理啊？是不是顾及到我的态度啊？有一点顾忌，但不全是。我为什么迟迟不动手？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关停以后的并转问题，把损失缩到最低限度。很好，我准备尽快出院，召开个省委扩大会议，认真听取同志们的批评。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做一个重点发言，摊开了谈，啊。今天的市长办公会议，我想请个假。你不要跟我请假，你直接跟市委书记请假就行了啊。那个平岗镇镇党委书记季福顺同志被人用刀在办公室里捅死的，是在岗牺牲。今天是他的告别仪式，我得去一趟。这一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遗体告别仪式，你这个副市级干部参加，规格是不是高了点啊？最好不要坏了规矩。钱市长，平岗镇是我抓的点，我不去说不过去吧？这个季福顺是不是太霸道了一点啊？像他这样的乡镇干部不死也该拿下来。你最好去看看那个市长热线记载，那热线上说了，就在季福顺死的当天，就有人放鞭炮了。老百姓把这叫做送瘟神。钱市长，一个热线电话能代表平岗镇3万干部群众吗？你这个市长知道不知道底下基层的情况啊？国家还欠着这个瘟神1年零4个月的工资呢。怪不得季福顺同志死不瞑目呢。有你这样没有良心的市长，人家心寒。何家国，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也想参加这个乡镇干部的告别仪式啊？何家国，你今天只要走出这个大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了。你这个市长助理也别再给我干了。你以为我会赌气辞职啊？啊？我不会的。我这个市长助理还要干下去，就是为了给季福顺这样的乡镇干部一个公道的评价，我也得干下去。我是省管干部，没有中共编析省委的红头文件，你钱繁兴钱市长，你撤不了我的职，少在我面前耍威风。好，何大国，你厉害，我让位，我辞职，我这个市长让你干了，去辞职好了。你不当这个市长，我绝不惋惜。小芳，你们集团公司重组以后，听说40岁以上的女同志都不用了？原则上是，当然，也不是一个都不要。对那些身体好、素质高的业务人员啊，还是打算留一些。啊，那我个人请你帮个忙，帮我用个人啊，一个女同志刚过40岁，怎么用是你的事，但得用起来，因为她的丈夫倒在了乡镇工作岗位上，她现在生活很困难，我作为她老大哥啊，希望帮她一下。
行，李书记，这点小事儿你可亲自找我来，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哎，不行不行，你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我要尊重你的用人权。李书记，您就让这位女同志直接来找我吧。很好。我给你写下她的名字吧，叫沈小兰。沈小兰？是啊，我明天让她去还是后天？李书记，我还以为您说的这位女同志是谁呢？原来是她呀。您放心吧，沈小兰的事儿啊，我们董事会开会已经讨论过了，决定留用了。我正准备找她面谈呢。很好很好啊，谢谢你啊。那你准备用她做什么工作啊？还是干她的老本行，准备年薪5万，请她做大华集团公司的专职党委书记。我已经向区委打了报告，要求在我们集团公司建立党委。很好很好。李书记啊，企业越做越大，思想工作这块儿可真是不能丢啊。沈小兰同志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带领红枫公司的干部职工喝营养汤，像这样优秀、这样正直的人，我上哪儿找去啊？在昨天董事会上，我跟大家说了，私营企业也要增强政治营养，也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好啊，小芳，你们大华集团成立党委的时候，我代表市委去祝贺，一定。好，李书记。书记，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好，你先走，我不送你了啊。钱市长。好。我是忍无可忍了，我今天得把话说清楚。他贺家国是市长助理，不是书记助理。如果我这个市长说话像放狗屁一样，我宁可滚蛋，他不滚我滚。樊青同志，注意点个人形象啊。他这个狂徒要不离开市政府，我的工作没法干了。怎么没法工作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家国同志帮你做了很多工作的，对不对？李书记，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那你说吧。你市委书记不是救世主，他贺家国也不是独行侠。你这话说的很有水平，我喜欢听有水平的意见。李书记，这国际工业园既然钟书记已经有指示了，那我们就应该赶紧行动了。我刚才还跟同志们都说了，我说这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所以这个办公会我们还得赶紧去开。好，老钱，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参加季福顺同志的追悼会，一块儿去受受教育，好吧？今天来了多少人？我们正商量，这儿的最大的调研厅也只能容纳300人，现在来了将近3000人，我们只好把调研会场改在院子里。好，我们就是让某些人看看什么叫民心。县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来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了。那个东方书记呢，你说准备过来看一下，你看现在这样行不行？陈大柱，
这毯子给老纪盖上。陈大叔，这盖上，他配。啊，盖上点儿，路上凉啊，别再感冒了。你要不是因为感冒，就郝老二这个兔崽子，他也杀不成你啊！走吧，你看，这京大成了，连口水都没喝，你走了。水，快打桶水来，快点！季书记，水来了，您安心的去吧。老季，你现在该合眼了。你这一年的镇党委书记没有白当，你当的职，你看看平岗镇的多少父老乡亲都来给你送行来了，你心里有他们，他们也记得你，你不应该走得这么早。姐，你书记来了。李大哥，我也想去做一个像老纪这样的人就行。开始吧。各部门都到齐了，李书记，可以开始了。好，老钱，今儿你主讲，我敲边鼓。好吧，同志们，今天李书记因为处理了几件事情，使会议推迟了几个小时，2个小时吧。我们现在正式开会。今天开会的内容可能有的同志已经知道了，就是决定一件事。对国际工业园实行关停并转。好了，大家不要在下边叽叽喳喳的，这种事也用不着你们讨论。省委中书记已经有明确态度，也做过明确指示了。国际工业园必须实行关停并转，越快越好。我们今天就落实。他这人落实领导指示从来都是不过夜的，在省里也是有名的。不过只要方向对了，也没什么不好。刘司长，你好。董子王老在里边等你。好的，郑局长。王老。你好。党工同志，今天我和郑局长和你谈谈，希望你本着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把一些涉及你个人的重大原则问题说清楚。好，坐吧。党同志，你坐下。县长，您坐。谢谢。
我接着钱市长前面的话说几句。国际工业园的关停并转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们必须谨慎。这一决策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啊。我们环保啊、公安、纪委、经委及各部局委办令行禁止，各司其责。社会保障这一块一定要加强。在市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准备动用3900万资金加强社会保障。为了使第一批下岗的大约有9000名下岗职工，让他们每人每月能够按时拿到120块钱的基本生活费，这一点是李书记建议的。今天园区整顿领导小组就算成立了，这个组长由我来担任，樊兴同志任副组长，在座的所有同志都是组员，有什么问题今天在会上都提出来。不过我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慎之又慎。我来说两句吧。这段时间，关停并转的传闻不断，园区内的许多造物大户都早有准备，资金抽逃的现象比较严重。最典型的是中外合资的精亮国际公司，他们拖欠职工的工资达半年，总额近1000万。工人们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是不会离场的，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和政府令的对抗。还有一些企业效益比较好，工人的月工资1000元以上，这一关厂饭碗就没了，只能拿到120元的下岗费，只怕也不会和我们拉倒的。凡是聚众闹事的，由玉银同志负责处理。钱市长，我们会保持高度警惕的。这件事情不单是公安局的事啊，全市的治安预警系统要全面戒备党政系统要高效运转，我们加大宣传力度。不过提醒大家头脑要清醒一些啊。国际工业园开园15年来这个矛盾和问题积累的很多，是吧？长期以来有法不依，现在突然依法办事了，这个弯子很难转啊！一旦措施不当，那就要翻车的我们不能够激化矛盾啊！激化矛盾不是我们的本事，抓几个人也不是我们的成绩。公安、武警都在我们手上，我们抓人很容易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现在广播中江市人民政府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江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市长办公会，会议决定，自即日起，责令以下造物企业立即停产：中江市星光电镀公司、中义电镀公司、中江国际电镀股份公司、龙翔纺织印染公司、中江化工研究所附属化工厂、重金属回收冶炼厂、大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江市橡胶厂。李书记啊，参加这个护厂保岗活动的有星光电镀公司、精亮国际公司等5家企业，人数近5000人呢。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打出了钟书记的旗号。工人同志们也很难呐。中江的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工人同志们想不通，这很正常。所以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还有不能出意外，一个人不能伤，不能抓一个人。那就很难迅速解决问题了。能迅速解决问题当然更好，不能迅速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一边做工作一边等。只要首批企业停止生产，不制造污染了，我们就是胜利。这样一来，钱市长又该说我们软弱了。在老百姓面前软弱点，丢点面子，怕什么？
我们这次对造屋大户重拳出击，就是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所以用不着那么紧张。哦，对了，不管事情进行的什么情况，顺利不顺利，一定要和明仁同志通报一下啊。明仁同志很着急。哎，哦，大公同志啊，东方同志啊，对于工人搞护厂保岗，我的意见一定要冷处理。造成这个被动局面的主要责任者是我们呀，不是工人同志。工人同志也是我们决策失误和长期有法不依的受害者嘛。对，他们站场的时间不会太久的，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绝对不要发生任何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就不好了。好，我和领导小组的同志也这么想。哦，对了，东方啊，我还要向你通报一个信息啊，摄影家边长搞了一个中江污染的摄影图片专辑，很有说服力啊。还有这个边西玫瑰，以中江美为主题写了几首流行歌曲。你看你是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跟着你们电台车一起进行一下宣传工作？那好，就这样。赵大公请了边长和何玫瑰2个人，让他们到电台的宣传车上去为战场的工人做宣传。李书记，这2位可是赵氏沙龙里的红人啊！钟书记知道该怎么想，你这不是在找事做？家国同志，你对钟书记还不够了解啊！钟书记就是钟书记啊，钟书记的心胸和境界是很高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钟书记正准备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这次会上他要做自我批评，没准要扩大到你。这种会扩大不到我还是等着传达吧。李书记啊，我这个老丈人干什么事他都讲究自己的政治利益啊。你看啊，这个让工人们长期占着场子，形成僵势，这不是在形象的宣传钟书记的败绩吗？也许我对钟书记不太了解，可是我对我那老丈人我是非常清楚的。哎呀，中纪委中组部的调查组来了，他能不想在政治上找点平衡？好了，不要再议论你老岳父了现在这个僵局谁也不要看到的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还有，你要经常和我通气儿。晚上你把各厂的头头召集起来，开一个协调会，强调一点就是一个字，要稳。好的，我尽量去努力吧。胸挺起来点，你那个胸老是驼着。这个年轻人呐，一天。爸。你认为战场的工人能坚持多久？我看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们尽量坚持得长些，在中央联合调查组走之前，最好不要离场，这样可以给调查组留下深刻的印象。证明你跟钟明仁之间的矛盾是工作上的争执。还能有什么？半年之前，中组部来考察，最害怕这种局面的是我。可是现在我可以说，最怕这种局面的是他，钟明仁。老王，星光电子公司的人呢？党委书记、政府老总怎么一个也没来啊？不知道啊，打个电话去催。好。王主任来了。郝主任，怎么回事？哎呀，贺市长没办法，他真是没办法了。工人们情绪很激动，把我们郑书记、刘总当人质给扣了。我是好不容易先跳窗户后爬墙溜出来的。我们郑书记、刘总说了，算是向您和市政府、市委请个假。您有什么指示，我立马向他们传达。占了场子，还把党委书记、政府老总扣为人质了，
这也太不像话了。老王，你赶快去通知周云局长，让他到星光公司去救人啊！哎，等等，告诉周局长，这是我的意思。贺市长，你最好别去，现在工人情绪很大呀。工人有情绪可以跟我说嘛。不，您这带着公安，这误会更大了，不是？什么？不就是把老郑老刘救出来吗？贺市长，这误会大了。同志们，大家不要误会，贺市长没有抓人的意思，他只是把咱们郑书记、刘总接到市政府开会。同志们，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是把咱们郑书记、你这不是谎报军情吗？不要误会。滚！到底是怎么回事？哎，科长，你听我说，他听我说。别说了！把门给我打开！打开！我今天要发火，你就拦着我。郑书记、刘总，你们简直是混蛋透顶啊！如果说闹出乱子，你们就给我进大牢，去吃牢饭。我不认为这是在开玩笑啊！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你们是不愿意官场，挑动工人闹事儿。为了你们一点小利，不听招呼，不顾大局，今天差点闹出流血冲突，你们知道吗？你们都听好了啊！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我立即拘留你们。你们这个所谓的玩笑，已经触犯法律了。拘留证我给你们放在这儿，拘留所的门也给你们开着，你们自己看着办。周局长的话你们听明白了吗？工人的工作你们去做，如果今天星光公司出了任何乱子，市委市府拿你们试问，这恐怕不是开除党籍撤职的问题，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问题。贺市长、周局长，我们错了，这错大了。哎，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留个改正的机会？那就马上去做工作，请工人们立即离场。好，马上照办，马上照办。把条撕下来。你不说不发火了？这能不发火吗？根据我的经验，这一局算是结束了，你也可以回美国去了。至于你和家国是不是离婚，自己看吧。爸，那您的意思呢？我看这离了算了。可他胜了，而且前程看好。他只胜了一局，而且是惨胜。下一局他很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钟书记，这10几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星光公司我们通报批评了，这样他们立场转变得很快，国企这块就稳住了，战场的职工也大部分都撤出了，市劳动局和市总工会也介入了外企公司的劳资纠纷，像欠资的问题也解决了，战场的问题也随之而解决了。我们在环保上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市里边成立了绿色中江计划行动委员会，我们举办了大型的环保展览，工人们看过以后受到很大的震动。东方同志、家国同志，你们辛苦了，辛苦了。钟书记，省市环保局已经安全地进入园区了，污染的这个造污企业生产车间已经全部顺利关掉，整个过程安全平稳，除了有几起推搡事件以外，没有发生一起激烈冲突，公安机关没有抓一个人。好，那我们就别说了，到现场去看看，眼见为实嘛。钟书记，
你是不是担心我跟李书记在骗您呢？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嘛。东方，真不容易啊！这个弯子到底转过来了，你们工作做得好。哎，还是您钟书记开明，您纳谏如流，我们这弯子才拿过来。东方，别嘲讽我了好不好？胜利者应该宽宏大量一点啊！你看您说的，什么胜利者？我算什么胜利者啊？是吧？这国际工业园的历史责任，我一点不比您小啊！哦，还有钟书记，15年前，您还记得吗？领我们选址，我们还坐同一辆车。对呀，选址情景真是忘不了。那时候是个深秋天吧，还下着牛毛细雨，我那个头上啊、眉毛上都像下了一层白霜一样，路也没有。啊，那时候这里离开市区还有2公里的空白地带，连石山路都没有，到处都是荒滩庄稼地。我们2个是一身水一身泥，哈哈。哎，我在那边那个田埂上，摔了一跤以后，你马上幽默的跟大家说：“同志们，你们看呐，你看东方同志已经迫不及待的扑上去抢了，满地都是狗头金呐，这里啊！你说我这一身唯一一套给装门面的西装，弄得一身泥，我回去以后甭说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树云也得数落我。哎，就是选址那天吧，好像是市环保局的程眼镜给我提了个醒。他说把这么大一个工业园区弄到中江边上，会不会造成中江的污染？让我给顶回去了，还批评他迂腐。哎，不是，这种烂账别往您身上弄，这是我的，我接过来。当时我是市经委主任呢，对吧？我给老局长顶回去了。我跟他说，我说老程啊，你不能这么迂腐吧，是不是啊？你看长江滚滚东流去，每天江水都是清的，都是新鲜的，不朽。哪有什么污染呢？完，你跟他说了迂腐问题和讲思想问题，还有怎么利用外资打翻账的问题，记不记得？是，好心办了坏事啊！想打翻身仗，想把中江的经济搞上去，没日没夜的干，早上一睁眼，夜里12点，结果呢，造成一场人为的灾难。无知犯错误已经够让人痛心的。再加上听不见真话，又上了个电镀层，问题越来越严重。东方，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呢？难道是当了市委书记以后，也像我这么麻木吗？我其实是在我当市长的时候，我当中央市长不到1年啊，工业园发生严重污染了嘛。我想关掉几个污染大户，可是大家都有意见，说这是您的政绩工程，不能碰。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污水处理系统上下一番功夫。后来我跟达公同志汇报，他说你要摆正你自己位置啊，我这一摆正位置就把这个事儿拖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比您钟书记小多少。这一拖不要紧，给赵大公钻了空子。当他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现在我们把这个空子给他堵上了，看他还打什么牌。哎，东华，你说这个造污企业都关停了以后，这个并转是个什么思路啊？我们要破还得要立啊。我们是这样想的，想借助这个国际工业园的基础设施改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园，先让咱们科技大学以及华美集团牵个头，把他们总部迁入园区，还有对我们园区现有的一些个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污染比较小的企业逐一审查，也保留一批。我们想一步一步的做，第一步呢，先搞一个大型的招商引资会，然后我们中江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再表个态，
把改革开放的政策重申一下，啊，还有就是我跟市里边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打招呼，希望他们也到园区来看一看，啊，将来能到园区来开发。当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会下行政命令的，我们一定会给他优惠政策。那就好，那就好。哦，对，来，陈大叔，来，讲吧。看那花建设了吗？这小子肯定来抢球了。快去，没搞。老少爷们们，咱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咱们这口鸡井是怎么打出来的啊！看到这石碑上写的“幸福感谢共产党，吃水不忘季福顺”，季福顺是咱们的好书记啊！陈勇啊，我又回来和你一起搭班子了。听说了，还带回来个括号，是不是？括号副县级，不过工资得和你们一块儿拿了。那这么说，这平岗镇成了副县级镇了，这起飞大有希望了吧？哎，全友，你别这样嘛，咱们以前合作的挺愉快的嘛。别老依靠一个全友的，现在我可是镇党委书记，你是镇长，别老弄不清楚谁是一把手，摆清自己的位置。你是知道的啊，我还有个括号副县级，是不是？那你也得摆清位置啊！书记是我，你怎么把季福顺那一套都学过来了？那是啊，我不继承老季的遗志，谁继承啊？刘书记啊，你怎么一点政治都不讲啊？啊？怎么了？把季福顺和共产党并列了，这是原则问题，要犯大错误的。哎，华珍，这可不是我的事儿，这是老百姓们捐钱立的碑。哎呀，你一把手要把关呐！你这，来，刘书记，把这后一句砸掉，幸福感谢共产党就行了。关建车，想干啥呢？你敢碰一碰这块石碑，你看我不砸了你的狗头！陈大叔，陈老，这不妥呀，真的。有啥不妥的？我跟你说，这几个字是我让人写上去的。你要告啊，你上省委去，你找老朱子，你去告我去。陈老，刘书记，这件事情你都看到了啊，我阻止过，没阻止得了。以后啊，一切政治责任由你这一把手负。是啊，那经济责任可就由你二把手负了啊！那几千万元的资金那还欠着呢。平岗镇3万干部群众可就等着你全球寻找资金，全球寻找能源了。啊，当然了，这个政治思想工作嘛，由我一把手负责啊。好，哎，你好，钟书记钟书记您好，你好，哎，李书记您好，小芳你好，听说你写了个新歌？对呀，啊，要唱是吧？马上。对，唱得不错，唱得好，不错，你是个著名演员，唱的，准备一下。那好，你准备。行，那我去准备准备。啊，是你啊。给你颁发解放证书了，
哎呦，姑奶奶，你总算是放过我了。是我厌倦了，不想跟你玩。那你就不想看着我垮台吗？喂？喂？哎，相公，你老子那个编辑古王国史稿，我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你要让我等到下一个世纪啊？哎，钟书记，怎么能让您等到下个世纪呢？我呢，执行您的指示啊，从不打折扣。书已经出来了，出版社给我送了50本，在我的办公室呢。这2天就忙着国际工业园的事儿，就没有时间给您送过来。马上送来。你没有空让别人送。好，这本书在省委扩大会上我要用啊。哎，那个最后一个国王叫什么来着？耶什么？啊？哎，谁知道国王叫什么名字？这古代的地名人名我记不清楚。哎，你这狗啊，刚刚编好书，你怎么就忘掉了？你给我好好想想。钟叔叔，我骗您的，我这书不是我编的。好嘛，连这狗娃也敢骗我，真是。哎，钟叔叔，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呐。我是才疏学浅，怕编不好，怕辜负了您的亲切关怀，所以我才请了编辑大学的2位资深教授来编的。钟书记，你不想想，中江事儿这么多，家国报国为民的热情又这么高，你说啊，他哪有心思给你编书啊？他不蒙你才怪呢，你早该识破他的谎言。看来我对你这狗娃也得提高警惕了。钟叔叔，人这么多，你不要老在这儿，给我点面子好吧？别搞我。哦，官儿不大，倒把这套学会了，怎么？难道让我叫你贺市长不成？那当然了，这就是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的腐蚀作用，钟叔叔，我可是深有体会啊！哎，我刚上任的时候，人家喊我贺市长，我不习惯。现在谁要是不喊我贺市长，我倒不习惯了。刚上任的时候，我看到那一张张恭敬的面孔，我很不习惯。现在看到缺少敬意的脸，我倒不习惯了。刚上任的时候，让我上主席台，我不习惯。现在呢，不管开什么会，我都知道我应该坐的位置，不是左4，它就是右5，不让我上主席台，我倒不习惯了。这几个不习惯很真实，可也很危险哈。是，所以家国就比较理解您的，他才是市长助理嘛，上任不到半年多，心态发生这样的变化，何况您乎？钟叔叔，我要是像您呐，在汴西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被历史锻造成政绩卓然的主帅，恐怕比您也强不到哪儿去。像国际工业园这个错误啊，我也同样会犯，恐怕比您还霸道啊！问题严重就在这里啊！这些年，我们的成就谈多了，问题谈少了。这些年来，改革开放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像我们汴西省国际工业园这样的隐患还有多少？东方，你要到省委扩大会上好好谈谈，不要顾及我和任何一个省委领导的面子。再这样顾及面子，我们恐怕连里子都要丢光了。是的，钟书记。江水，风儿诉说着情。
我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啊，但也不是一场噩梦吧？是噩梦。听说刘露露和陈忠诚一审就判了死刑。好像是吧？我没太注意。那你注意些什么？你每天都在想什么？我想的很多呀。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过去了，该总结的经验教训要总结，根子上的问题必须正视，也必须着手解决了。同志们，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省意识。丧失了自省意识，就等于丧失了自身的动力和活力。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啊，就是为了自省，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大家畅所欲言，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更不为哪个长官讳。同志们呐，我们很快就要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了，我们不能带着旧包袱跨入新世纪啊，要把那个旧包袱扔在20世纪的门槛后边。就算有些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旧包袱里的东西一时还丢不光，我们也清理清理，把它拿出来抖搂抖搂，看看里头都是一些什么宝贝。问题不少啊，同志们，我就做得很不够。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我们省大大小小的楚王有多少？饿死和没饿死的细腰宫女有多少？我周明仁就是个楚王啊，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听不到真话了，没法不犯错误。同志们，那个材料袋里有一本书，是我建议发的，名字叫《汴西古王国史》。会议期间，请大家看一看。先看王国末期那一部分。王国末期，国王耶阿荣穷尽国力，扩建王宫，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呀。曾被汴西铁骑打败的中原大军是席卷而来，局势危如累卵。可文武百官竟无一人向国王告知实情啊！王国覆灭的命运就注定了。同志们，我们要以史为镜，引以为戒呀。有个中江三大怪，你听说了吗？老书记糊里糊涂被人卖，新书记为往上爬反腐败，贾市长狐假虎威净作怪。家国，这个贾市长指的是谁呀？好像是你吧？当然是我了。哎，这个顺口溜不是来自赵氏沙龙吧？你别把我们家老爷子看得这么没水平。别忘了，老爷子这会儿正坐在省委扩大会议的主席台上，他还是你和李东方的领导。是的，是的，这是事实，所以我才不敢掉以轻心呐。抛砖引玉，就讲这么几句吧。还要声明一下，同志们，不论是谁，不论在什么场合，请大家不要再叫我大老板了啊！我算是什么大老板呢？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嘛。我们不管职位多高，官有多大，都是给人民打工的。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这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则问题。过去我忽略了，影响不好，知过必改吧。
下边请中江市市委书记李东方同志做重要发言。你和李东方这次啊，不但得罪了我们家老爷子，事实上还得罪了中名人和省市一大批干部。李东方这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还是进不了省委常委班子。我们没有得罪老百姓啊！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老百姓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Stop！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老百姓最可亲，老百姓最可敬，老百姓最可畏，老百姓最可怜呐。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努力奋斗离开了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Stop！ 家国，咱俩别再吵了，我很厌倦。阿辉，我最后再跟你说两句。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是我们每个海外游子的最大梦想。你别忘了，10年前我们在美国端盘子的日日夜夜。我更不会忘了这次在国内的日日夜夜。作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谁不希望创造政绩呢？封建官吏尚且知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何况我们改革时代的负责干部？但是，我们的政绩必须建立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基点上。离开了这一基点，事情就会起变化。有些政绩就值得怀疑了。有时我不太明白，我们有些同志魄力怎么就这么大？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项目，他头脑一热就敢定。他是不是真有把握带领我们的人民走向富裕的明天呢？多年前，一个女共产党员曾经就魄力问题和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现在我才真正的认识到她的这些话是多么的正确。今天我把她的话送给大家，请慎用你们的魄力吧。在你们运用自己魄力的时候，请问一下自己，你所要做的事到底是对党对人民有利，还是为了表现自己？党和人民把一个中江交给我已经诚惶诚恐了，就怕哪一个决策失误对不起老百姓，让老百姓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改革。同志们，当政绩强调到极端，必然要走到反面，甚至走到背叛的道路上，背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中江干部腐败问题暴露后，有个别职位不低的领导就不止一次的和我说过，多抓腐败分子不是我们的政绩。这当然不是政绩了，这是败绩呀，是令人痛心的错误和失误啊！这些同志挂在嘴上讲的政绩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是南辕北辙，相差10万8千里了。这种政绩实际上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的一种变相说法而已。当他把自己的这种政治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时候，就在心理上和思想上开始了对人民的背叛。东方同志说得好，很好，也很深刻，很不错，发人深省。边西省是个穷省，经济欠发达，中江情况稍好些，可也不富裕。我们很多父老兄弟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前几天我到秀山移民区视察工作，农民同志们围上来问我，田壮达、刘露露、陈仲成黑走的这些钱能买多少头牛？还问我够他们交多少年农业税。同志们，我羞愧难言呐，我无法回答这些淳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呀。
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退休后，我们也将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听不到真话的主要责任在我，给大家一个大老板一个大老板的叫着，真以为自己是个大老板了。渐渐的，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丢掉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渐渐的丢掉了。封建时期的皇帝是赈济国家，而我钟明仁呢，赈济省委，赈济市委，使在座的不少同志成了细腰宫女。所以在省委的民主生活会上，赵达公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我，说我长期以来的家长制作风给边西省的干部队伍带来了消极影响，当时我很难接受。达公同志啊，今天当着全体省委委员的面，我要郑重说一句，你的意见我接受了，这的确是我的大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中江国际工业园不可思议的恶劣事件。明仁同志，我也是楚王嘛，问题不比你小。同志们，中江国际工业园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在座的不少同志都清楚，起码省市环保局清楚，中江市方面清楚，中江下游受污染之害的地区清楚。这个国际工业园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啊，还是落后生产力啊？它是个政绩呀，还是个祸害呀？大家心里不是没有数。可是除了李东方、贺家国少数几个领导同志以外，你们谁向我说过真话？谁？就算我是个大家长，可我还是个老共产党员嘛，绝不会为了自己的脸面就不顾中江下游上百万群众的死活呀！我说同志们呐，你们太让我伤心了，太让我失望了。这个事实就说明，你们根本不相信我这个省委书记会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年年小污染，6次大污染，经济损失那么大，严重破坏了中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让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你们上上下下竟对我瞒了个严丝合缝，陷我钟明仁于不义啊，陷我们边西省委于不义呀！这么严厉的批评同志们，并不是要推卸我自己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推。可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责任，想推也推不掉。不要再说维护领导权威这类的话了，任何领导的权威都不能这样维护，不能够啊，同志们。下面请明仁同志做总结讲话。同志们，我们会开了3天，今天就要结束了。该说的话，大会小会都已经说过了。最后再说几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在座的同志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党员，是我们边西省委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干部。我们当年宣誓的时候，不是对着哪个人宣的誓，是对着党旗宣的誓。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宣誓时的誓词，不要忘记全世界无产者的那首歌。同志们呐，我们这个耳朵里不能除了阿谀奉承就是流行歌曲啊。今天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议，让我们重温一下国际歌，记住国际歌里的那句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你送给市领导最好的礼物，啊！那你的礼物呢？赵慧珠颁发的释放证呢？我说徐处长，你这个人可真没劲呀，头一句话就不中听了。说说吧，咱们俩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真以为我要嫁给你啊？那当然了。面对这么一个绩优股，你还犹豫什么？是垃圾股我也不怕呀，我可以对它进行资产重组。不过小可啊，敢娶你这个人呐，得有点胆量啊。你是谁啊？中江市出了名的阿庆嫂，哪个男人敢对你放心啊？没信心的男人不敢放心，有信心的男人才会放心。我就没有信心啊，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他们整垮了。你垮了，我再去找个有信心的男人呗。含蓄一点好不好？说一点鼓励领导的话呀。哎，家国，我怎么听说省委要把你给拿下来？真的吗？有这个可能？那这世上真没什么公道了。小可，如果我真的被他们拿下了，你跟梦梦还要我吗？
这是樊兴同志和3位副市长写给省里的情况汇报，不是匿名信啊，你好好看看，可以把重要内容讲给家国这个狗啊听听，给他敲敲警钟。啊，钟书记，家国和樊兴同志是因为工作上的啊，你看了材料再说。国际歌刚刚唱过，我们思想不能再混乱了。樊兴同志反映情况有他个人情绪，这个我知道，可是他有的话说的是不错的。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再做救世主了。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这个党，靠人民，靠民主与法治，而不是几个青天大老爷。我们任何一个党员干部，能力再大，都不能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东方，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现在是中江市的市委书记，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个市级政权组织，你手下有市委班子、政府班子、人大班子和政协班子，而不仅仅是一个贺家国。啊，对你们前一阶段的工作呢，省委充分肯定，对你们提出的正确意见，省里也全部接受，是真心接受，没有任何勉强和虚情假意啊。但是中江特殊复杂的情况得到扭转以后呢，一切走上正轨，你和家国的特殊关系也要结束了，家国不能再做你的独行侠了。您这个意思？省委常委会经过研究，决定调整中江的领导班子，家国这个市长助理要坚决调下来。樊兴不适合于地方工作，调交通厅，专门搞路，搞基础设施，扬长避短。交通厅的王厅长调中江市代理市长。您找王厅长来中江市做市长，这个我没有意见。可是，钟书记不知道怎么说，有好多人提出建议，希望家国同志名正言顺的做个副市长，分管经济，发挥他经济学博士的特长。其实这个我也想过，我早就想跟您提，但我又犹豫，因为鉴于这种关系，再一个从全局和整体考虑的话，可能会不好说。东方，你这个犹豫是有道理的。不客气地说，省委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你设想一下，如果让家国做了分管经济的副市长，你们的特殊关系继续下去，王厅长到任以后工作怎么做？其他几个副市长工作怎么做？东方，我这个省委书记会犯错误，你这个市委书记照样会犯错误，我们人人都可能犯错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警惕。是，明白您钟书记您说的意思。可是我一直心里在想，怎么样给家国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这也是我觉得头疼的地方。咱们回去都好好考虑考虑。家国是个不错的孩子，应该让他有一个发展空间。但是，不管怎么安排，都要服从大局的需要，要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是没你我事啊！再见再见。你走吧，我在这下。
老领导很忙嘛？国际歌唱过了，要为真理而斗争了吗？好为真理，这很有意思。嗯？怎么？难道你还有什么疑问？伙计，我很佩服你啊！这次你赢得真漂亮，漂亮。这算不上漂亮，只是把腐败分子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国际工业园完成了官厅并转，红枫公司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我扪心自问，我觉得无愧。相同的机会再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干得更漂亮。跟你说，现在夸你的人可真不少呢。大伙都说你才是真共产党呢，知道吗？你没发烧吧你啊？啊，那谁是假的？这是别人对你的肯定啊。什么肯定不肯定的？唱国际歌你都知道吗？大家都热泪盈眶，你能说谁是假的，谁是真的？这么按门铃的只有家国。门铃不撒手的吗？大姐啊，我是怕我以后再没有机会摁了。你呀，你是搞什么名堂啊？首长，你就别再装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告什么别啊？啊，领导班子调整的事儿你知道了啊？不说了，今天来啊，想跟你喝杯酒啊。因为认识了您，我生命中才有这段异样的光彩。呀，你别吹捧我了，不是让你好好在家待命吗？嗯，首长，你可千万别找我那钟书记。我这个钟叔叔啊，他从来没想过让我走仕途，尤其是跟在你身后走仕途。省委对我们前段工作是充分肯定的。肯定的结果是什么呢？你这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仍然不是省委常委，我这个市长助理也干不了了，这就叫肯定啊，这就是对我们忠诚的回报。索取回报的忠诚，那就不叫忠诚。我索取的仅仅是一份报国为民的权利啊。你的去向还没定吗？说说你想干什么？我想当市长，你首长能安排吗？我能安排我也不安排。来吧。喝酒，省委会清楚的啊，会给我们这宝安排一合适的职位。首长，你说当个好官怎么就这么难呢？当然，所以我才替老百姓把你这个好苗子留住啊。钟书记，我想说的不仅仅是家国的去留问题，我还想说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问题，以及在改革的实践中怎样培养政治新人的问题。新人嘛，不免有些不成熟，或者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他只要勇于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勇于献出自己的忠诚和热血，我们这个体制就应该给他机会。嗯，好，说得好，说。哦，钟书记，我觉得像钱繁星这样的人要予以制约，要用其之长，避其之短。像赵达公这样的，我们在体制上一定要堵住漏洞，
不让它滋生，还要有个驱逐的机制。但凡这种政治怪胎滋生出来，我们就要加以灭杀和驱逐。还要补充一条，还要有健全的退出机制，比如引咎辞职。再也不能强调什么好心犯错误啊，什么历史局限性，是你的责任你就得认领。东方告诉你，在这方面我要带个头，为国际园的决策失误，为中江水的污染承担责任。前天我已经正式向中央递交了引咎辞职的报告。钟书记，没有人要求你这样做。做人的良知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要求我这样做的。我看像赵达公这样的人，才该引咎辞职的。他呀，就算是洪水滔天、山崩地裂，他也不会辞职。对他这种人来说，丧失了权力就等于丧失了生命。中央调查组这么查，就没查出他的问题？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那一个个销金窟，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他确实没给自己的老婆批过什么条子。不过，我还是要继续向中央反映的。对这种政治投机分子，一定要拿下。哎，对了，东方，说了半天正事还没谈呢，你到底怎么安排何家国？我看你心里头已经有了章程了，那就快说吧。什么也瞒不了您。家国的安排啊，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想成熟，所以一直没跟您通气儿。今天我陪您到秀山转了一圈，我下决心了。您看是不是把他安排到秀山做县委书记，带个括号副市级？好啊，这简直是一个金点子，既有利于对家国的锻炼培养，又是方方面面没有话说。我引咎辞职以后，秀山脱贫的历史重任就要靠这狗娃来替我完成了。是啊，我也这么想。让家国到秀山这个穷县摔他几年，没准在新世纪的某一年，他会成为我们边西省改革开放的又一个主帅呢。肯定的比你我强得多。是。谢谢你啊，东方，谢谢你让我走得充满希望，我安心了。钟书记，应该感谢的是您啊！我代表中江市的党员和老百姓，感谢您为中江市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感觉事儿越来越多。这就对了，老弟啊，你还得忙10几年呢。你也太客气了，我到秀山就只当个穷县官，又不是往上升了，你还送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啊！不客气，不客气，这个呀，就全当我和东方送给你和小可的结婚礼物了，也就是个心意嘛。嫂子，你也太抠门了，这不是鸿蒙公司的西装吗？哎，你说你还指望着你啊？你嚷什么呢？鸿蒙公司的西装怎么了？鸿蒙公司的西装质量很好，样子旧一点。啊，我告诉你，很严肃的事情啊，我是送给你们秀山新上任领导班的每人一套。家国，这过去呢，穷县官上任都带阵营，你瞧我们东方想得多周到，给你准备了42套西服。那你笑什么42套西服？好了，我上班去了啊。走了。嘿，我又不走，你拍我干什么？上班去。老大，再见啊！上车。
啊，我就送到这儿了。好，家国啊，要记住你在平岗镇抓点时的教训啊，要摸透国情、省情、县情。我不希望看到你新官上任砍3板斧、烧3把火就完了。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带领秀山的72万老百姓早日脱贫致富，让他们家里有粮食，口袋里有钞票，每个人脸上都露着笑容，社会秩序井然。这些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就是我们的至高利益。再见。放心吧，首长。